这是一座让食人魔和变态杀人狂都恐惧的监狱，近300年来没有一名囚犯活着走出去，900多名狱警24小时监视，100多条训练有素的警犬随时待命。监狱四周几十座高塔上的狙击手时刻准备射击，如此豪华的看守阵容，却只有700名幸运儿有资格享受。他们人均背负5条人命，全部被判终身监禁。这就是著名的俄罗斯黑海豚监狱，也是世界上最严格的监狱之一。大家好，我是黑桃 K，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黑海豚监狱，看看战斗民族的监狱到底能有多硬核。黑海豚监狱位于莫斯科东南部的奥伦堡，是俄罗斯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之一。踏进监狱大门，就看到一座黑海豚的雕塑。这座雕塑是一名强奸杀人犯用混凝纸做的，涂上黑色油漆后，看起来还挺有艺术气息。于是监狱管理员就把它放在了院子里。久而久之，黑海豚就成了监狱的名字。监狱关押了约700名俄罗斯最危险的囚犯，这些人加在一起一共杀了3500多人，平均下来相当于每个囚犯杀了5个人，其中包括很多恐怖分子、黑帮头目等。不过再厉害的囚犯，到了黑海豚除了等死，也别无选择。电影里越狱成功的情节在这根本不可能发生，准确来说，囚犯们连越狱的想法都不敢有，因为只要私自踏出牢房一步，机关枪手榴弹和警犬就会一拥而上。就算你命硬走出牢房并顺利翻过了围墙，但高塔上几十名狙击手可不是摆设，360度无死角，用枪瞄准，随时击毙。为了防止暴乱，狱警们每天都会进行防暴训练，钢制盾牌、贴身警棍以及扎实的阵型，无不让人望而生畏。而进入监狱内部，安全系数也同样是高的吓人。身为战斗民族，他们非常坚守自己的兴趣爱好，就连牢房的构造都是俄罗斯套娃式，大牢房套着小牢房加在一起共3层，3道大铁门，每道门还有3把锁，光看着就特别有安全感。每个牢房大约 4.5 平米，有2名囚犯，吃喝拉撒睡都在这个小空间里。俄罗斯人大多体型高大，但他们床却仅有1米宽，上面还没有床垫子，就这看起来都不舒服的床，也不是想躺就能躺的。每天早上6点起床后，在未来的16个小时里，囚犯1分钟也不允许躺在上面，甚至连坐在床上也不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控，屋内还有光影动作探测器。此外，狱警每15分钟就会查一次房。到了早饭时间，厨师会将食物放在类似铁铲的工具上，然后通过门上的洞将饭发到囚犯手中。早饭结束后是放风时间，在走出牢门之前，狱警会先通过门上的小窗命令囚犯双手过头保持站立。这还没完，囚犯走出牢房时需要将身体弯至90度，并把脑袋顶在墙上，甚至嘴巴都需要仔细确认。在这过程中会有4名狱警和1只警犬死死盯着他们，一旦发现异常，直接就是当场击毙。检查完毕，狱警会给他们戴上眼罩，有狱警押送他们到放风的地方。之所以戴着眼罩是防止囚犯了解监狱的布局，但我真觉得大可不必。就这所监狱的安全系数，神仙来了都不一定能逃出去。这还不算完，所谓的放风只不过是把囚犯押送到另外一处室外牢房单独待一会，这里有铁栅栏封顶，还有狱警在头顶巡逻，就连天空都看不到。在放风的90分钟里，囚犯们除了来回溜达，什么也干不了。像电影中那种打篮球、一起运动的场景，他们只能在梦中才能实现。同时，放风时也是狱警搜查房间的时间，主要就是搜查违禁品和寻找囚犯是否有企图逃跑的迹象。只见狱警拿着小锤子来回敲，目的是检查栅栏是否松动，毕竟栏杆拆下来也能当武器。书本里面有没有藏东西，还会检查地板、天花板、电线、电灯等等，牢房里任何角落都不会放过。之所以搜查得如此仔细，是因为这些囚犯个个都是犯罪大师，稍不留神就会被钻了空子。曾经有一位囚犯就把烟头的过滤嘴烧焦，然后捏出锋利的刀刃，千万别小瞧了这个小东西。当时这位犯人就是用这个小东西将另一位囚犯的颈动脉切开，最终因为失血过多而死。所以在这里再严格的检查都是有必要的。虽然每天来来回回的步骤十分繁琐，但俄罗斯监狱始终坚持这套做法。毕竟眼前的囚犯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而是地狱中的恶魔。我们能注意到每个牢房门上会有2块牌子，上面写的正是被关押者所犯下的罪行。而在黑海豚监狱，最臭名昭著的当属食人魔尼古拉斯，他的事迹曾震惊世界。尼古拉斯杀害1名男子后，竟把尸体的肉割下来当下酒菜。不仅如此，他还和朋友们分享，谎称这是袋鼠肉。摊上这样的朋友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了。其中一个朋友去过澳洲，见过袋鼠肉，他觉得不对劲，于是将1块肉拿去鉴定，看到结果后当场就吐了。但其实他已经够幸运了，因为还有很多不知情的朋友已经把这些肉当成了美味。而且在尼古拉被捕之后，面对镜头他还十分自豪炫耀道，我割下他的头、胳膊和腿。突然之间一个念头闪过，我想尝尝他肉的味道，于是我从他的大腿上切下1块肉，
煮熟了它。我尝了下，并不喜欢那个味道，所以我把那块肉切碎，放在煎锅里煎了下。我把一些生肉送给一个朋友，他带回家给了他老婆，他老婆用那块肉包了饺子，他自己吃了一些饺子，还喂给了他孩子们一些。大家发挥一下想象力，如果你也是餐桌上的一员，得知这是人肉饺子后，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更可怕的是，经过审问，已经确认有3名受害者遭遇不测，而且尸体都被他以食物的形式处理了，有的换了酒，有的送人，还有的直接就成了下酒菜。他还直言不讳地说，人肉其实加点辣椒粉、胡椒面啥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这样一个恶魔死1000次也不为过。可他在被捕的那一年，也就是1996年，正好赶上了俄罗斯宣布废除死刑，所以他被临时改判为了无期徒刑。然而，就在他得意的以为自己捡了一条命时，却没想到在黑海豚监狱的每一天都是生不如死。这也是监狱为什么废除死刑的原因之一。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无论是对人的肉体还是精神，每分每秒都是一种折磨。因此，受害者的家人们也十分赞同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的做法，因为这远比让他们直接死去更加的痛苦。来到这里以后，他们就已经不能再称之为人了，什么人权、自由、红统都不再与他们有关。这所监狱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穷凶极恶的犯人真切地体会到活得不如狗的滋味。监狱长说，黑海豚监狱就是他们的人生终点站，想离开这里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后下墓地。黑海豚的言在我看来是对逝者以及其亲人的交代，因为他做到了人权自由和空间自由的双重限制。或许只有这样的无期徒刑才能算得上真正的惩罚。对于黑海豚监狱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转发，关注黑桃 K， 带你玩转地球，探索世界。